大家好，我是 Tony， 我现在捷运公馆站，今天来造访公馆附近的日式宿舍，还有历史古迹。主要2个目的地是嘉禾新村还有宝藏岩。我就从捷运公馆站出发，先走往嘉禾新村。汀州路3段，这是昔日万新铁路水源地站的遗址。 汀州路3段就是以前的万新铁路。汀州路3段前身是日治时代大正10年兴建的万新铁路，在民国54年拆除。这里有2栋历史建筑，台铁旧宿舍，是双拼2层楼2户建筑，现在委外经营，是一家餐厅。 我现在继续沿着汀州街3段走往嘉禾新村。我现在正走在100年前的万新铁路铁道旁，铁道就在我的左侧。汀州路3段，左侧是汀州路3段24巷，通往嘉禾新村。 前面有一处历史建筑，卢志德院长宿舍、国防医学院附设学人新村暨爱德幼儿园。国防医学院安斋美国医药驻华纪念馆，旁边是国防部学人新村。国防部学人新村，不知道有没有开放，我要询问一下好了。 国防部学人新村目前还有住户，所以门口的警卫说没办法开放参观。这是卢志德院长宿舍，兴建于1960年代。卢志德先生是当时国防医学院的院长，他在任内当时得到美国医药驻华会经费的支持，在这边兴建的学人新村，还创办了爱德幼稚园，现在都已经登录为历史建筑了。 前面这里就是嘉禾新村，这是去年年底才整修完毕的眷村，总共有5栋被列入历史建筑。今日修园，其实还是可以走进去巷道参观，不过这就是身为公众人物为难之处。嘉禾新村，施工范围禁止进入，游客请由左方。 汀州路3段24巷口入口处进入。既然这么说，我就不客气了。现在清明连假，现场也没有在施工，任何的规定不外情理法，就给我一点情吧，不要射箭过来。大门虽然有开放。 不过我就不进去了。这里有一栋，旁边这里也保留一栋。不过今天修园，所以我只到门口而已。嘉禾新村的前身是日治时代陆军炮兵联队的营舍，战后来成为联勤的眷村。原本区域蛮大的，现在只保留5栋，登录为历史建筑。嘉禾新村前后总共住过10个将军，所以这条巷子又被称为将军巷。
这个区域还在施工。我现在离开嘉禾新村了，我现在走出来了。如果问心无愧，就笑骂由人吧。前面这里还有一些老房子，就顺路参观一下。春草年年绿，眷村已不在。我现在就沿着永春街走往宝藏岩。永春街，整个街道的风貌仿佛停留在民国60年代。这座桥是永福桥，公馆水岸广场。永福水管桥。今天是连续假期，自行车非常多。沿着自行车道一路走，就可以抵达宝藏岩。抵达宝藏岩，从这条小路进去。宝藏岩聚落到了。像这样的聚落在台北市以前还蛮多处的，像我家附近永春营旁边的豹山山路，也有一座像宝藏岩这样子的聚落，还有大直的基南山，也曾经有过一处这样的聚落，都是早期在营区附近退伍的农民在山脚下临时搭建屋寮，作为栖身之处。还有从外地来到台北打拼的移民，也选择在这样的地点暂时落脚，就形成一处违章建筑的聚落。1980年代开始，台北市政府开始计划全面拆除宝藏岩聚落的违建。拆除过程遭遇到居民陈情与抗议，并获得学者支持。2011年，台北市政府将宝藏岩聚落登录为文化景观，后来规划为宝藏岩国际艺术村。前面那里是市定古迹宝藏岩观音亭。宝藏岩为主祀观世音菩萨的山边寺庙，曾经是泉州安溪民的信仰中心，因靠山崖而建，故称宝藏岩。乾隆辛亥年，昭和14年2月建之。这区域还蛮大的，我就随意的逛逛，从这边上行。今天游客很多，嗨，可能不好取景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哎，你好，常看你的那个。谢谢，谢谢。那个我常看你的网，那个不错。哦，这样，谢谢，谢谢。很好。啊，这里有一棵老树。不错不错。哇，这像迷宫一样的巷道。走到这里，差不多是宝藏岩聚落的尽头了。对面的山丘就是蟾蜍山。我要从这边下行。我现在快走回到宝藏岩观音亭了。
前面是小观音山木栈道的入口，这一条新建的木栈道通往水源町公园。这是一条无障碍步道，可以从水源町公园通往宝藏岩观音亭。左侧这座山丘就是观音山。小观音山木栈道非常的平缓好走，所以如果是要造访宝藏岩的话，可以从捷运公馆站下车，然后从水源町公园那边进入这条小观音山木栈道，然后一路走过来。这里有一处休憩平台。这条步道也称寻宝步道。水源町公园是小观音山木栈道的入口。小观音山木栈道。哇，遇到山友小恐龙，哇，巧遇巧遇，这是我认识22年的吧，22年的山友啊，是我旅记最早的读者。水源町公园这里也是万新铁路公馆站的旧址。从这里走出去，沿着汀州路3段，就可以走往捷运公馆站了。公馆站就这里而已啊。哎，处理先生。哦，你好，我是你的粉丝。哦，要入镜吗？看你们不要，我就不会播。不要了。水源町公园。东南亚秀泰影城，以前的东南亚戏院。我曾在这里看过《乱世佳人》。金石堂书店，这是创始店。民国72年1月开幕。哇，当时是文青界的大事。金石堂书店创始店，40年前来过。啊，时间过得真快。我现在回到捷运公馆站了，这样环绕一圈差不多3个小时。我今天走过的路线及景点，我会标示在 Google 地图上面，地图网址连接放在影片下方的文字说明栏里面，提供给大家参考。我今天的旅行就到这边结束，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